我等姐妹同行，辛苦大人给您家正抢袭人之福。我真是知道哟，多好啊！大胆妖孽，请让我道谢！鬼谷12式，我终于练成了！时而，射道人渡人不渡己，身负3群武帝之灾，假死10年，不过是延迟天劫降临罢了。爷爷，我应当如何做才能渡过天劫？当年爷爷射道百家，为你定下12家婚约，但唯有风、朱、崔3家与你命格相合，只要能与其中1家嫡女成婚结缘，收回其他11家刀债，方能躲过此劫。但朱崔2家下落不明，唯有鬼谷圣物方可寻之。你时日不多，需立刻下山收取婚书，否则天劫降临，必死无疑。朱崔2家气运受损，皆是你师弟韩风从中作梗，你需尽快收回婚书，杜绝后患。爷爷，放心吧，不过是几指细约而已，难不倒我。我从炼狱中回来，无人敢送我别人。鬼谷之术，纵岳衡双道决战，孰强孰弱，也是时候分出胜负了。爷爷，这是什么呀？藏土激光效万里，铜钟轰鸣震九霄。将神殿黄海明，恭迎鬼谷圣子重生归来。光年鬼谷圣子重生归来。如今大夏盛世，这些繁文缛节就不必了。封家现在境况如何？圣子，现在局势已定，封家也不负众望，位列世家之首。只要你完成结缘，收取刀债，他们就可晋升皇室，封地为王。做得不错，也是时候做了断了。只要与封家嫡女成婚，就能破除天劫。为终生为引，号召百家，召开圣子宴，以邀犬子8礼。届时，封家嫡女一同前往，助您收回刀债。好，结缘成则契约终。这第一笔刀债收的倒也不费功夫。圣子且慢。于斯，你怎么了？传闻爷爷将你，可我不信。10年，我等了你10年，如今看到你安然无恙，你我注定有缘无分，你又何必这样？我身上背负了太多因果，早就不是之前那个寄生孝了。其实我都知道，能再见到你，我就已经很开心了。无论怎样，我都会支持你。就算你和妹妹成亲，我也会送上最真挚的祝福。抱歉，把我忘了吧，就当我死在了某场意外中。封家的蛇刀器，我必须收回。婚约也会如期举行。为何你对你妹妹冒充嫡女之事只字不提？蛇刀器，生死不忍人。谁能想到呢？宁后大夏的上卿李家，却是你这个被封家逐出家门的嫡女所缔造的呢？黄将王边境建功立业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是一表人才啊！我封家能有今天，多亏您的暗中相助啊！哎，封老太君哪里话？封家即将登顶皇室，册封为王，这以后我还是要仰仗您啊！好说好说，我常听于妃提及，你2人颇为亲近。既然情投意合，不如你俩就在一起。此话当真？那当然了，我们封家岂能是那种知恩不报的人？况且你也出自降神殿，与我封家也是门当户对的呀。淼哥，找个时日见一面父母，说说我们的亲事。实不相瞒，晚辈也正有此意。不过，我怎么听说10年前封家与某个古老世家联姻？哎呀，黄将王不必担心，那都是已故老头子所为。说什么签订射刀契约就能让我们封家鸿运昌隆，成为一方霸主。说实在的，就是儿戏，不能当真。淼哥，我封家即将问鼎皇室，哪里是什么射刀债能给的？而且那小子被他爷爷给活埋了，这般晦气，怎么能促成我封家如今的地位？活埋？能做出这等事儿，这简直是个大义灭亲的疯子呀！所以啊，那都是老头子的荒唐之举，不能作数。如今黄店主之子提亲，一纸婚约毁掉便是。这天怎么回事？好一个不能作数，好一个一纸婚约，摧毁便是。刘兰，当年你封家差点饿死街头，接受我爷爷蛇刀债，赐予契约，方能如日高升。如今即将问鼎皇室，便忘恩负义。刘兰，你就不怕一语成谶，
封家跌落谷底吗？你是什么人，竟敢在此大言不惭？封家的债主封于飞的未婚夫季生萧。你不是死了吗？怎么可能还活着？一身死气，不人不鬼的怪物也敢自称封家债主封于飞的未婚夫？我告诉你，于飞现在是大夏翘楚，未来藩王，岂是你这种活死人可以侮辱？你又是谁？我乃降神殿殿主之子黄淼，掌兵100万，而你呢？你有什么资格跟于飞在一起？况且现在封家即将问鼎皇室，你这个时候出来公布婚约，是何居心啊？没错，你这个时候出现，不就是想入赘皇室吗？季生萧，我和淼哥是天作之合，你休想横插一脚。刘兰，你老糊涂了，就凭你这小小的封家，也配让我入赘为婿？季生萧，瞧你一身反骨草包，竟敢如此猖狂！如果你现在离开的话，我们还能既往不咎。好一个既往不咎！封于飞，难道你忘了当年摇尾乞怜签订契约的情景了吗？往日因，今日你若毁约，封家必遭天谴，家财散尽，横祸淋湿。放肆！封家即将晋升皇室，成为大夏第1世家。如今与降神殿达成联姻，拿到了主持圣子宴的资格，岂轮到你在这招摇撞骗？没错，降神殿与封家联姻，自是把封家万年无忧。好一个万年无忧！你们封家还真是贪得无厌，肆如汗珠。倘若你今日不与我成亲结缘，你们封家的辉煌就只剩下12个时辰。混账！你敢说我封家是猪？这赊刀债，你是诚心不认吗？你们封家之所以能够名扬天下，完全是因为我爷爷布下福泽，助你们有今日之功。你们被皇室扶持，也是因为我在暗中相助。如今却忘恩负义，毁银不见。可笑！我们封家能有今天，是于飞慧眼识珠，找到了如意郎君，才使我们能够立于大夏之巅。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赊刀人，岂能和黄将王相提并论？季生萧，今时不同往日，你就不要再自欺欺人的闹笑话。你们封家眼高于顶，出尔反尔，这些还真是如同传闻啊！你不要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，你不过是从脏土堆里爬出来的活死人，怎么能配得上我？你克死你爷爷不说，还要祸害我们封家！耳不聪，眼不明，这都是你们自找。到时候天谴降临，可别怪我没提醒在座的各位。胡说八道！如今圣子降世，你这个不人不鬼的怪物，一定会受到圣子的处置。此次圣子宴非同凡响，届时大夏9大氏族巨头皆会齐聚，就连从未出面的李家家主也会到，共同迎接圣子。这圣子宴我也会亲去，敲打百家。我看你是疯了！你可知道什么样的身份才能出席圣子宴？淼哥何必跟他一般见识？我看他呀，连圣子宴的大门都进不去。也对，黄老太君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就先回去，着手准备圣子宴。于飞，那你就送送黄将王吧。我等着你参加圣子宴，敲打百家。季生萧，你也看到了，凭如今的你是无法撼动我们封家地位的。什么天谴，只不过是你虚张声势而已。那既然如此，我就收回刀债，你好自为之。12天干，兴盛为政，封家不言不见，逆苍天，无行赊刀人之责，斩获福泽，天地不容。难道季生萧说的是真的？老头子，我们能挨过去吗？都怪我没有用。要是我封存义能东山再起，什么代价我都认。当真什么代价都认吗？拿去吃吧。谢谢恩人，若我封家有出头之日，我一定会报答恩人的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赐你们封家一次机缘。这张婚书可以留给你封家嫡女，1个月后你来鬼谷山脉找我赊刀祈福吧。刘兰，于飞不是长女，胡闹，请恩人原谅。赊刀人，这是什么样的人？好久不见了，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啊？话是啊，哟，老太君，奶奶这是怎么了？不知道，昨日送完你回家中，就见他倒在地上不省人事，连拐杖都折了。这肯定是季生萧搞的鬼，趁你不在，竟然对封老太君动了歹意。奶奶，你放心，那废物安分守己也就罢了，倘若咄咄逼人，我定叫他生不如死。那就拜托黄将王了。
这不是今天的主角封家封老太君吗？封家从籍籍无名到名震四海，短短只用了10年的时间，这等丰功伟绩当真是大侠传奇呀！今日圣人降临，封家必得护佑。他日册封领地，成就藩王，封家的地位可谓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大家就不要打趣老生我了。奶奶，您不必如此谦卑。各位今日前来呢，一是为了恭祝封家封王，这二来今日圣子亲临，亲自为封家颁布帝皇令。我们等人能有幸面见圣子，确实是10倍修来的福分。你说纪家那小子，我和你非成亲吧？绝无此事。我们封家可是名门贵族，怎么能与这个草包结为夫妻？封老太君所言甚是，如今封家即将封王，那小子只不过是无名小辈而已。没错，此子现如今知道了封家的地位，所以才来提婚约，目的就是为了攀高枝啊。不过这婚约是当初老头子和他爷爷签订的，借了他爷爷的气运，我们封家才有今天的成就。若是他爷爷真的那么厉害，为什么到死都是梁系国师？我看呀，就是四处骗人，遭受了天谴，才会落得这么凄惨的下场。是吗？你这个废物，祸害封老太不成，还敢来凑热闹？谁放你进来的？祸害，只不过是他刘兰咎由自取罢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来这宴会自然是来收取刀债，顺便看一看当年低贱如猪狗的百家，现在是何等嘴脸。季生肖，我看你是得了失心疯了吧？追到这里来发疯。今日圣人降临，大夏龙头齐聚于此，你敢如此嚣张，小心狗命不保！哎，这蛇刀人也不过如此，一介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也敢来造反！诸位，像他这种摇尾乞怜之人，不知道有什么资格来参加盛死？百家还当真是令人作呕。今日之宴是圣子降临，福泽万家的场合，而你几生肖何德何能参加圣子宴呢？藩王断章，当年我爷爷为你家布下福泽，指明生路，你才有了如今这番成就。不错，可那又如何？时至今日，是我自己忍辱负重杀出的血路，与你爷爷没有半点关系。什么蛇刀，我一个字都不信。你断招受我爷爷之恩，从皇室争斗中苟活下来，如今却忘恩负义，违背蛇刀战，必遭天谴。好啊，那就让天谴来折磨我。圣子即将降临，众权贵齐聚，非一手遮天者，非豪门权贵者，非藩王册封者不可入。而你的出现，就是对天子最大的亵渎。季生肖，你执意收回蛇刀债，勇气可嘉，但你要知道，如此行径只会显得你更加无能。死到临头了还敢大言不惭，封家毁约，天谴落定，你的一字一言都是你的生命倒计时。少在那危言耸听，要是有天谴，你放马过来！副家主别说话，这还不是临阵就起来！这一定有什么不好的预兆啊！不可能，这神灵保佑了我封家10年。奶奶你怎么了？我的眼睛看不见了，我的眼睛看不见了。生肖，是不是你在搞鬼？昨日你将我奶奶推倒，今天又对我奶奶的眼睛做了什么？蛇刀战，听天命，降福泽，行人事。刘兰违背上苍，双目失明，只不过是给你们封家一个小小的警告罢了。若一意孤行，必定灾祸临身。难道传闻是真的？蛇刀气，鬼言不见，天理难容。什么真的？哪有什么天谴？实话告诉你们，就是我去封家提亲，他便怀恨在心，诚心捣乱。今日之事，早有预谋吧？我奶奶当年下矿淘金，得了眼疾，病患10多年未能痊愈，今天只是没有吃药缓解罢了。季生肖，你在这里装神弄鬼，以为我们就能向你屈服吗？你们屈不屈服，与我何干？我几生肖身为蛇刀人，替老天撒下福泽，吸收晦气，成为恶难之体，必须引入3缺5弊之劫，否则生死闻散。而你们自诩为大夏巨头，皇室藩王，如今却恃才旷物，目中无人。若非当年看你们可怜，布下福泽，恐怕今日皆已命丧黄泉。季生肖，蛇刀一难，名垂实亡，羞辱百家，罪该万死。你的时间不多了，冯玉飞。若不是我爷爷当年出手相救，你们封家早就饿死街头了，还哪来的什么圣子宴？哼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，区区果腹干粮也配缔造大夏第一世家，可笑至极。黑玉洪家当年与父亲遭人暗算，身中剧毒，无人能解。若不是我爷爷出手相救，你以为黑玉还有你洪家的一席之地吗？黑玉本就是我洪家一手打造，哪轮得到你指手画脚？还有你们这些所谓的权贵世家，若非当年看你们可怜，赏下福泽，你们能苟活几时？今日老天不出你们，我来，我要看看你们所仰仗的圣子是否会庇护你们。几生肖，目中无人，侮辱百家，简直就是找死！今日我便替天行道，斩了你这狂妄之徒！
这是皇上的成名绝学，他死定了。表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九霄，你怎么也会？用我的术法来对付我，你还真是异想天开啊！你放屁！这明明就是我降神殿绝学，怎么成你的了？小子，你该不会是想说，就连降神殿也受过你爷爷的恩惠吧？没错，曾指点一二。胡扯！降神殿可是大夏传奇，就凭你这损人利己的术法，也配与之相比？季生肖，你不就是想逼我跟你结婚吗？我告诉你，休想！什么狗屁天谴，让他尽管来！这份婚书涉及渊源，撕毁了它，就等于葬送了整个封家。季生肖，你的哀求可真够廉价。今日我倒要看看这所谓天谴，他能奈我何？住手！人无忠，不可立于世；人背信，则不明达。若继续错下去，必将身败名裂。风于斯，你不过是我封家妻子，早就被逐出家族了。怎么，你也听说我们封家即将封王，跟着季生肖一样，想来分一杯羹吗？于妃，在圣子降临之际提出退婚，似乎不妥吧？我退不退婚，关你什么事？而且我们封家即将封王，他又怎么能配得上我？就算是圣子，也能理解我的所作所为的。可笑至极，就凭你也敢揣摩圣子之意？风于斯，虽说你是封家妻子，但身上好歹流淌封家血脉，难道你真要为了这个将死之人背弃封家，与我为敌吗？风于斯，封家即将登顶皇室，你这么护着他，怕不是什么明智之举吧？季先生赊刀百余，借自身气运施加百家，如今讨还刀债是天经地义。你们满口仁义道德，却临时守约，还跟我提什么明智之举？我只知道，我风于斯这条命是季家的。于妃，那可是赊刀债，一旦违约，将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地。你少装强做事，吓唬谁呢？这婚我退定了。一意孤行，执迷不悟，纵使神明也难救。神明？大夏境内权贵之上，季生肖，你不过是舍不得这份婚约，看上了封家即将封王拜相。你错了，此次宴会不仅仅是为了迎接圣子降临，更是我为了你和生肖准备的订婚现场。订婚现场？风于斯，你不过一个家族弃女，你也配掌管于妃的婚约？如何不配？这大夏能有此资格的，唯有那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李家家主。你的意思是，你就是？正是。李家乃国主亲自扶持的隐世豪门，出门皆有高手护送，而你只有一个废物可以依靠，还有什么啊？少在这里丢人现眼了！丢人？你莫不是忘了母亲姓什么了？你们不过是被赶出封家的蝼蚁，别以为姓李就可以混淆视听。以我们封家现在的实力，都没有资格面见李氏，你又算什么东西？敢冒充李家家主？凭他聪慧，凭他知礼，凭他明辨是非。如此低级的谎言，居然还有傻子信了。不过很可惜，我实话告诉你，鄙人有幸随家族参加顶级宴会，有幸见过李家家主，而那李家家主好像并不是你风雨思。那么请问，李家家主是男还是女呢？是，自然是男的。大夏女中翘楚，只有于妃一人。我怎么不知道李家家主何时变成男的了？风于斯，算什么东西，敢质疑秒上？这婚我退定了。刀债未还，不可毁约，有何不可？我命由我，不由天。于妃，撕了。天谴呢？你的手，我的手，怎么了？这是？怎么回事？手怎么了？我说过，封家毁约，天谴已成。你之所以会无事，是因为有婚书庇护。现在婚书撕毁，谁也救不了你。胡说八道！于妃，你别担心，这一定是那小子给你施的邪术，我这就给你运功化解，你的手自然会好了。于妃，别再执迷不悟了。你和生肖在一起都赊刀辅佐，可保封家100年。你现在回头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封于妃不过是自食其果罢了。婚书已毁，会起归还，封家的辉煌已经所剩不多了。这算什么天谴呢？算不得什么。大家都看到了，所谓的天谴，不过就是这小子的小把戏。所谓的赊刀债，就是一个弥天大谎。翁小姐既然安然无恙，就你们这点小把戏，我们又何必杞人忧天呢？季屯河骗了我们10几年，闹得我们人心惶惶，他们季家就是个毒瘤。我就说老头子糊涂了，这婚约就是卖身契，当初就是死也不应该答应啊！好，你们百家当真不认吗？没错，我们赵家不认这赊刀契，我们洪家也不认。我段昭也同封家一起共进退，绝不认赊刀债。我们也不认，我们也不认，很好。于斯，
看来我此次下山，不仅要收回刀债，还要为我爷爷洗刷冤屈。我纪生香今日便收回你们这百家奇云。怎么回事？小姐都是回来，一个主子乱爬出来的死人，还会搞这些障眼法，吓唬谁呢？那我就让你们好好看你们所谓的障眼法！不给我住手！风爷爷，爷爷，少爷，沈萧，真的是爷爷。封存义在世之时，积德行善，受到赊刀负责之后，成为地仙。只可惜封家毁约，他不得安宁。风玉飞、刘兰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！欠债不还，毫无信用！你们把我放在眼里了吗？老头子，你糊涂啊！这毁约就是卖身契，整个大夏的权贵都可以证明。胡说八道！刀债不成，天谴降临，到时我封家家业崩塌瓦解，一切化为乌有。刘兰啊，刘兰，你这是眼眼瞎，心眼瞎吗？不可能！温书一回，这天谴也不过如此，根本威胁不到我们封家。封老爷子，您已故5年，本来不该出现在这个地方，是于妃刚才撕毁了婚约，您才得以显灵，与家人团聚。这是天谴吗？这是神迹！爷爷，您瞧瞧，这婚书根本就是枷锁，唯有破除，方能还我封家盛世。您如今出现，就是为了见证我们封家变成大夏第一世家。盛世，做你的春秋大梦吧！第一世家，简直可笑！爷爷，恩人啊，我对不起你呀！今日我当竭尽所能。刘兰、风玉飞，你们给我跪下！现在就跟少爷磕头认错，然后和少爷成婚。唯有如此，才能保我封家活路啊！让我给一个小辈跪下赔礼道歉，这成何体统？给我跪下！爷爷，你让我和一个活死人成亲，你还当我是你孙女吗？家门不幸啊！我再说一次，给我跪下！老头子，你呀就别动怒了，好好说话。胡闹！刘兰，你也不看看你现在什么德行，这是大限将至的征兆。你们为了一己私欲，抛弃封家的信誉与不顾啊！爷爷，敬你才喊你声爷爷，你为封家操劳一生，是时候该休息了。死了就不要再插手封家的事情，更何况现在我才是封家家主。你这个畜生，你就不怕我大义灭亲吗？尽管来好了，下得去手吗？你不敢吧？什么婚约，什么狗屁天谴，尽管来好了，我封于飞不怕你。罢了，我封家自作自受，怪不得别人。既然如此，就由我来承受这罪孽吧。少爷，这10年来欺骗了你，欺骗了季家，欺骗了上苍，我愧对恩人呐。早知如此，当年那就该让封家饿死在那场大雪之中。我知道，你知道？封于飞抢先签下契约，冒充封家嫡女，这一切你都知。这封一飞不是封家嫡女。封家这手偷梁换柱玩的可真好啊，居然想靠瞒天过海，成为大夏第一世家。没错，我是封家嗣女。当年封于私昏迷，是我抢先签下赊刀契，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封家。如今封吉两家云泥之别，当年的婚约只是儿戏之举，岂能当真？儿戏之举，你们这封家大义何地啊？我封于飞做事向来喜欢自己争取，何错之有？于飞，既然签署赊刀契，就要履诺，否则封家多年的努力都将付之东流。你别在这假惺惺的，别以为你是封家嫡女，封家家主的位置就是你的了。这个废物我绝对不会嫁，要嫁你嫁。赊刀契认字不认人，看破不说破，是想给你们封家一个机会。若你们能够履行承诺，还可以将功补过。但是现在，好像没有你必要。封家崛起，犹如白驹过隙，逝于刀斩，忠于信义。天要亡我封家，我无话可说呀！爷爷，你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呢？只有我才能带领封家走向云端。封于飞呀，封于飞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虚言折戟平生福。既然封家气运如此，我有什么呢？少爷，我让您失望了，但我恳求您不计前嫌，收下于私，在天谴降临之时保他一命。赊刀契举荐天命，若诚心悔改，方可相安无事。至于其他，多行不义必自毙。这怎么了？多行不义必自毙呀！
哎，这冯家家主怎么这么说这样的话呀？你看，雨思啊，爷爷，这夜生前亏欠你太多，至死也无法补偿。日后冯家如何，就全靠你了。少爷，恕我无能，冯家讳言不见，我无颜成就地仙位呀。就此灰飞烟灭，承受为你天道之灾吧。爷爷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师兄，我爷爷他……方从一作为受刀者，面临天谴之危，下场只有一个，魂飞魄散。什么蛇刀寨，什么天谴，根本就是子虚乌有。各位别忘了，今日是迎接圣子的大宴，京城李家会来，降神殿殿主也会来。各位不会想让两位大人觉得我们连这样的废物都赶不走吗？奉劝各位，天谴将至，凡蛇刀不还者，凡心术不正者，凡插手插足者，都将霉运缠身，至死方休。若谶语为真，让他来便可。我倒要看看这所谓的天谴能奈我何。够了没有？你敢打我？你还要闹多久？非要整个冯家跟着你一起覆灭吗？覆灭？姐姐，别杞人忧天了。冯家能有如今高就，都是我一手缔造的。不日，冯家将立足万人之上，而你，还有你，都将被我踩在脚底下，永生永世不得翻身。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异想鬼胎，今日注定不得安宁。麒麟居何在？在。时辰将至，随我迎接圣子。是。好言相劝，没想到却成了对牛弹琴。大夏百家皆是如此的冥顽不灵。你们执意讨要，今日当天就和冯家齐头并进，共患难，不认这蛇刀寨。我洪家也不认蛇刀寨。大夏藩王段昭绝不认蛇刀寨。我们也不认，我们也不认，我们也不认。锦生霄，你看到了吧？这就是大夏权贵的态度。你现在唯一的活路就是磕头认罪道歉。如果你一意孤行，大夏将再无你容身之处，更无鬼谷蛇刀人。好。若非我心生怜悯，若非我为蛇刀人，若非我手中刀械只剩不杀，此时此刻你们都将成为一具冰冷的尸体。既然你们一心求死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天干12，名不见，逆苍天，无心蛇刀人之责，斩化福泽，天地不容。这活死人又开始装神弄鬼，也没什么嘛，别演了，齐生肖。这是我什么事？老太太这是……那是喂，今天慌慌张张干什么？谢大家族反叛，联合将我洪家覆灭了。段长生强行收缴我3座城池，难道这就是天谴？这是不可能的！齐生肖，你所谓的天谴，就是咒死我奶奶，让百家经济损失吗？我只需要碾死几只蚂蚁，何须让老天动手？不管你们百家是如何崛起，我纪生肖会如数收回。我奶奶已经死了，奉劝你不要得寸进尺。可笑！当年我爷爷为你们不享福泽，助你们成为名门望族，是你们得寸进尺，怪不得旁人。至于刘兰，是你撕毁婚约，导致晦气加深，杀人者，难道不是你凤玉飞吗？你胡说！爷爷魂飞魄散，奶奶也因你而死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明白，我明白的很呐。成功之路必定是荆棘丛生，为了封家的未来，死点人算得了什么呢？为封家而死，是他们的荣耀。还真是冥顽不化呀！淼哥，我知道你还没用全力，杀了他，为奶奶报仇。王家王要出手，这小子王淼，你与蛇刀器无关，看在你父亲的份上，我暂且可以放你一马。若你强行插手，必然会灰飞烟灭。少在这危言耸听了，该死的人是你。好，那就让你爹清理门户吧。好，来，赢，义子。父亲，你这是为何？你这个逆子！我们晚到一会儿，你就闹出如此动静。我无鬼谷蛇刀人，自无大夏降神殿。不是，大人，将他拖下去，神押受刑，严加看管。是。父亲。
将神殿黄海明拜见大人。以下教子无方，愿受责罚。这也不能完全怪你，回去之后严加看管。起来吧。谢大人。这将神殿的老行真的是几成仙儿。这下可麻烦了，若将神殿干涉，未等圣子降临，我们先完蛋了。江北百家的财富就得拱手相让了吗？店主，叫神殿大厦传奇只手遮天，你为什么给他下跪？蛇道人已经不复存在，请您明察秋毫，不要被这小人给骗了。住嘴！我黄海明虽为蛇刀，但也曾受吉老爷子指点，一路高升，创立将神殿。这等丰功伟绩是小人，那百家是什么？啊！既然蛇道人这么厉害，那他为什么要被活埋，变成现在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？蛇刀人一脉是渡人不渡己，蛇刀祈福为你们逆天改命，不然百家何以顺风顺水、否极泰来？既然如此，那他为什么不好人做到底，非要强取豪夺？这婚约跟卖身契有何不同？强取豪夺，你别忘了，这婚约是你自己心甘情愿、滴血承认的，这本是你们封家的造化，只可惜你无福消受。笑话！我封家如今举世无双，就算我毁约，你能奈我何？为了对抗天谴，你难不成要搭上江城百家跟你一起陪葬吗？风雨思，你少在这蛊惑人心了。奶奶是因病发而死，爷爷是自毁魂魄，跟天谴有什么关系？倒是黄店主，封家即将封王，你确定要与我为敌吗？这是帝皇令，国主册封，封王特有的帝皇令，你怎么会有？我此次就是为了封王而来，特将帝皇令赐予风雨思。怎么可能？我才是封家家主，他不过是封家的弃子，凭什么拥有帝皇令？因为我不仅仅是李家家主，现在亦是新晋藩王。就凭你？当初我和母亲被赶出封家之后，得国主扶持，改名换姓，因此才有了如今的上京李家。哼，你们几个联合起来坑蒙拐骗，这个帝皇令一定是假的。欺骗对于你不至于。我说了，百家是如何崛起的，我都会尽数收获。你们所拥有的一切，也会瞬间化为泡影。就怕你们做不到啊！我不知道你们在哪儿搞的一块假令牌，我江城百家数十年的基业都在此，我不信你说说话，说没就没啊！没错，你说的天谴，不过就是将神殿的老黄和京城的李家的。你们呢，都被于飞蛊惑，冥顽不灵。这里是圣子降临的场所，容不得你在这撒野。没错，我们只是做了我们该做的事情。等圣子降临，我们一定让你好看。无妨，百家气运已尽，晦气归还，天谴早已降下。我们是亲了哥们，还是什么事啊？你没什么反应啊？啊！我看就是虚张声势罢了。是吗？啊！我的头发怎么变白了？蛇刀祈福，足运长龙。老者延年益寿，少者永葆青春。倘若火焰不见，晦气临身，则会加速寿元的流失。而这仅仅是刚刚开始而已。什么？国主取消了封家封王的资格，连帝皇令都收回了？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帝皇令会被收回？凭什么？就凭你不是封家嫡女。什么意思？你冒充嫡女，抢先签下蛇刀契，试图瞒天过海。只可惜啊，苍天有眼，眷顾于斯，封家的一切本就不该属于你。这帝皇令是真的？我虽未签署蛇刀令，却是名正言顺的封家嫡女。完了，全都完了！封家10年的积累都是一场空。齐少爷，是你们帮我一条生路的，我这武城的早就看见你给我封封一次。对，恳请大人解除天谴，我们再也不敢食言了。一群废物，生路！自打我进门以后，你们又何尝给过我一条生路吗？现在求饶，晚了！神罚天降，一旦开始，威力无双，至死方休。黄海明为什么要阻止我？季生肖当众侮辱圣威，非但不说惩戒一二，还要助纣为虐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文昭，圣子当前，莫要放肆！哼，还敢侮辱圣子！今日我就顺势杀了你黄海明，再接手将神殿。想接手将神殿，那就先过我这一关。乱藩王，快出手啊！今日不成功便成人，杀了几生肖，往后江北百家唯你马首是瞻。好。黄海明，今日几生肖你保不了，就算死，我
也绝不会让你靠近大人半步。终生一致，朝圣中复明，圣子就降临了，我们有救了！这一刻终于要到了，寄生香，你的死期将至，待圣子降临，定会为我等讨回公道，而你也必将遭受百家怒火。什么天谴，什么举头三尺有神明，寄生香，既然你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了。圣子降临，我们一定会状告你的罪行的。那又如何？寄生香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此乃拜见圣子的朝圣物，你一个不入流的道士，竟敢无视圣威！圣威？那又如何？圣子一怒，血流千里，此等圣物，岂容你亵渎？圣物，但是大夏国圣，为一人之上，为一国之主者，不可触碰。这个车刀人，我能和圣子相提并论啊！玷污圣物，即使与大夏千万子民为敌，你受得起吗？这就是江北上流权贵世家一群井底之蛙，你们又怎知？我不是那万人之上者，不是那滔天功德者，我不是圣子。大胆，居然敢自称圣子！鬼谷圣物消失了10余年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他们挑唆白帝救我，快快阻止他！我等打扰圣子清净，咱们都得死！我看谁敢！找死！你居然也达到了无上宗师的境界！汪海明，你老了，这天下圣子不出，我就是无敌的。崔家何在？这就是崔家，怎会如此落魄？师兄，好久不见，我足足等了你10年。寒风，是你，我的天赋不比你大，鬼谷绝学更加比你精进，可凭什么？凭什么季吞和那老东西把鬼谷12式传给了你？凭什么？我才是真正的鬼谷传人。季生霄，你终归是一个臭算命的，不过是掌握了一点玄术吧？当真以为这天下没人能治得了你吗？杀了他！杀了他！今日我为百家除害，看谁敢拦我！我不准你伤害他！滚开！我只要剥夺了这蛇刀12家的福泽，就可以完美复刻鬼谷12式。哼，如今我已经收集了10家契约，就剩下风珠2家的底蕴了。季生霄，这次我一定要让你灰飞烟灭！我不准你伤害他！滚开！这是怎么回事？竟然把怎么可能？只有圣子才能驱动鬼谷圣火，他怎么会？难道圣子就是那几杀枪？绝无可能！圣子高高在上，怎么可能是这个被活埋的怪物？季生霄，你又在耍什么把戏？只有圣子的身份，才配让降神殿对他毕恭毕敬。恭迎圣子归位，属下学艺不精，差点让您万劫不复。没事，这世间也无人能上我端跑，倒是你们一错再错，真是愚昧无知。这笔账是时候该好好跟你们算一算了。圣子大人，我们是有眼无珠，你给我们一条生路吧！只有圣子手下留情，我可只是当牛做马也心甘情愿。当牛做马，我早就已经给过你们机会，是你们自己决心。如今大祸临头了，想起求饶了啊？不是，圣子大人，不，我们再也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！你饶了我们吧，饶了我们吧！段藩王，你不是要取我性命吗？这是要去哪？不是，求圣子大人饶小的一条小命。当年大夏战乱四起，我爷爷为了阻止皇室纷争，将你选为藩王，辅佐段长生，可你却意图谋反，暗中联系营国，是时候该清算一下你这些年的罪孽了。我也是被逼的，都是寒风逼我的，不这么做，我早就变成死人了。寒风，他是蛇刀人齐老爷子的义子，圣子的师弟，与圣子并称鬼谷纵横。鬼谷绝学只有一人能继承，另外一个人则是必死。你的意思就是说，圣霄和寒风只能活一个？寒风能够抽取他人福泽，我们这也不是你谋反的理由。你为一己私欲，作恶多端，虽事有出处，死罪可免，无罪难逃。王爱明，在降神殿该如何处置，就当如何处置。是。那他们呢？天谴以下，待他们自生自灭。
圣子，您在圣屋内见到的最穷苦的地方是南疆的落水城。南疆落水城，正是。这南疆山涧险恶，盗寇满地，而落水城是南疆最为穷苦的地方。崔家作为受刀者，怎么会定居于此啊？是韩风所为，他吸取了崔家气运，导致崔家没落，流落边疆之地。恐怕包括朱家在内的其余世家也难逃厄运。纵横之争，自古对立，不死不休。韩风一定另有图谋。生肖，你一定要万事小心啊！无妨，我去往南疆找到崔家嫡女，就可收回刀战。圣子，我愿与您一同前往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惜。不必了，你留在此地，护于四周去。只要他为及其12家气运，不足为惧。是。圣子，别过来！竟是天启！鬼物有纵横，蛇刀会天命，三绝半无变。复活像衣裳，海上生明月，唯我入炼狱。啊，圣子，无妨，不过是缩减了1年的寿命罢了。为何会如此啊？蛇刀人是晦气于一身，致使恶难傍身，方才是命劫所动，导致减寿。这是我的劫数。那可有解救之法？在烧毁刀阵之前，我已完成藏土封印。之所以引发变故，是风、朱、崔3家里有人正在违背天命契约。何人如此大胆？封家之事已尘埃落定，崔家落难隐居南疆，难道是朱家？三封婚书既是气运所在，亦是我的命脉。朱家乃子属之命，此刻却反噬运，恐怕此刻正行违约之举。无妨，我只要拿回朱家婚书，便可平安无事。大人，我这就派人到朱家查明是非。不必了，朱家需要我亲自前去，韩风可能会有所算计。至于崔家，要麻烦你亲自跑一趟了。是。确实，真是气派啊！真是气派。恭喜恭喜啊！感谢各位远道而来，见证小女朱玲珑和鬼谷大人的订婚盛典。恭喜！哪里，朱老爷子客气了。鬼谷大人因事延误，还请各位稍作等待。听闻蛇刀人能不负责吸厄运，能在此等候他的到来，是我等此生最大的荣幸。即便是等待3天3夜，也是值得的。若非朱家与鬼谷大人有婚约，我等凡人岂能一睹其容颜？不知老爷子可否同我们讲讲？非是老夫故意隐瞒，我只不过是沧海一粟，怎能妄谈云端之上的真龙呢？我只是见过上一届的蛇刀人，虽然年事已高，但仙风道骨，气质非凡呐。不过鬼谷大人与我家孙女朱玲珑彼此倾心，将要成为我朱家的家婿，届时各位可以亲自问一下鬼谷大人。能得鬼谷大人鼎力支持，朱家未来的道路必将是一马平川，更上一层楼。冯毅在此先行向朱老爷子道贺，愿朱家与鬼谷大人联姻，共创辉煌。鬼谷大人神秘莫测，能预知天命凶吉。若朱老爷子能替我们美言几句，定能为我们布下福泽呀！好说好说，等鬼谷大人到了，我自会为各位家主祈福天寿啊！看来我来的还不算太晚。你们朱家若真与之结亲，恐怕万死难赎其罪。看来我来的还不算晚。大胆！朱家的大喜日子，什么人竟敢出言不逊？小子，别以为你穿得像个道士，就能在琳琅山庄故弄玄虚、祸从口出。别到时候因为虚荣丢了性命。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你得罪不起的人。朱元，这就是你们朱家的待客之道是吗？闭嘴！我父亲的名号岂是你小子能叫的？今天宴请的可都是人中龙凤，反观你小子衣不得体，不请自来，还口出狂言，自称是蛇刀人，真是不知死活呀你！这种不速之客和他有什么好说的？赶紧叫人把他打出去！慢着，来者便是客嘛，我朱家也不至于少了这口饭，也算为玲珑积福了。小子，还不说2句好听的话，祝贺朱家！祝贺朱家！我没找你们朱家的麻烦就算不错。臭小子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朱玲珑呢？我要拿回朱家的那一份婚书。臭道士，我姐马上就要和鬼谷大人订婚了，岂容你在此撒野！臭小子，我朱家是中州望族，你一个籍籍无名的小人，也配与玲珑有婚约？你要是再闹事，小心让你竖着进来，横着出去！真可惜，你们朱家小姐谁有婚约？难道你不知道吗？当然知道，你该不会是倾慕我姐，想要抢婚吧？朱小姐身份尊贵，唯有传说中的鬼谷大人方能与之并肩而立。鬼谷大人，你确定朱玲珑所嫁之人真的是鬼谷大人吗？小子，我好意赏你口饭吃，你竟敢在这里怀疑鬼谷大人的身份？如果让他得知，便会死无葬身之地。嫁错了人，恐怕死无葬身之地的会是你们朱家。你个臭道士，知道什么呀？父亲，这个人
极有可能就是来捣乱。爷爷，这本婚约维系10年之久，我们不可能会出错，一定是有人怕我们和鬼谷大人结亲，派他故意来捣乱的。时间倒是记得清楚，只可惜朱家识人不清，错把乌鸡当凤凰。放屁！什么意思？当年朱老爷子身化寒毒，将死之际，得鬼谷传人出手相救，方能续命。为报恩情，朱家嫡女朱玲珑签订婚书，等待鬼谷传人收取蛇刀战。你怎么会清楚？若要人不知，无非己莫。朱元，你当真要把朱家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吗？我爷爷确实受过搭救，这份婚约也实属存在。不过鬼谷大人马上就要到朱家履行婚约，你不算完约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鬼谷传人季生霄。他是鬼谷传人？胡说！鬼谷传人乃是神仙一般的人物，能知天命不负责，岂会是你这种衣衫不整、神态慵懒的穷酸小子？臭小子，今天是我朱家女儿跟鬼谷大人的订婚宴，在座的谁不知道鬼谷大人会亲临？别用这种手段来蛊惑我们朱家，明目张胆的抢亲，老子还是头回见。同朱小姐有婚约的人是我，抢亲这2字从何说起？倒是你们朱家识人不清，将朱家陷于深渊。接着忽悠，你知道我们朱家都是3岁小孩啊？你说什么我们信什么？我劝你啊，还是上别的地方招摇撞骗吧，别在这里触了霉头。这位朋友，远来是客，我不计较你的胡言乱语，可你却伤了我的孙子，这是何道理？爷爷，他既然敢冒充鬼谷大人，一定是图我们在中州的名声，是故意来捣乱的。没错，朱老爷子，此子一开始就出言不逊，诋毁朱家不说，还胆敢冒充鬼谷大人，依我看，还是把他轰出去。是父亲，鬼谷大人马上就要到了，看到这小子会责怪我们朱家办事不力，放个疯子进来。是啊，爷爷，别犹豫了，赶紧把他赶出去，你撞我们朱家的名声。朱颜，睁大你的狗眼，给我看清楚！庚子之年，朱家朱平命途多舛，得鬼谷之责必勇，以精血为引，驱世间之邪祟。待朱家飞黄腾达，朱家嫡女朱玲珑及笄之岁，许配于我之血脉，共结连理。这是大哥当年签下的蛇刀战，装模作样，搞出这么大的阵仗，诓骗我们，你以为我会相信吗？朱颜，这上面的内容你可熟悉？爷爷，别听这小子胡说八道，谁不知道我们是中州的名门望族？等鬼谷大人到了，他吃不了兜着。是啊，父亲，我们家有鬼谷大人庇护，还怕他个臭道理着？没错，我朱家有鬼谷大人护着，怎能被这小子吓破胆？这纸婚书是假的，朱家从来没有见过，在这里招摇撞骗，你还嫩了点儿。朱颜，你还在隐瞒？因我多年未归，你便夺我鬼谷一脉一绝，亲手焚毁婚书，企图抹去这门婚事，对不对？黄口小儿，一派胡言！我们没见过，就是没见过。你还真是冥顽不灵了，朱颜，你可知焚毁婚书，天谴必至。小子，你少在这危言耸听！我姐马上要和鬼谷大人订婚了，什么狗屁婚约，根本就是无稽之谈，更不可能招来天谴。你再胡说八道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来人，上！一群废物，一点用都没有，连个乞丐都打不过。滚！是。朱颜，你违背蛇刀战，我言不见，必遭天谴。父亲，爷爷，你没事吧？混蛋！你对我爷爷做了什么邪术？邪术不过是天谴降临罢了。你们朱家犯下的是欺天灭祖的大罪，即便葬送了整个朱家，也无力回天。还有你们质疑天命，挑唆是非，以沾染因果的戒指，家族将会衰败凋零，福泽尽失。放你娘的屁！在场的家族都是中州权贵，会因你一句话没落？你朱家自己作孽，天谴将至，非我可逆。是吗？我倒要看看你所谓的天谴究竟有多厉害。爷爷，这是寒风哥哥为您准备的续命丹，可保爷爷安然无恙。姐，这药真有那么神奇吗？好多了，不愧是鬼谷传人，这丹药救了我的命啊！小子，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好说的？我还以为你真有本事，现在看来，你只不过刚刚趁机给我爷爷下了毒，还什么天谴？我呸！自导自演而已。玲珑，鬼谷大人什么时候到？这小子目中无人，实力强悍，看来也只有鬼谷大人才能降服他。爸，不必担心，寒风哥哥有事耽搁了，不过却交代了我应对之法。当真有鬼谷大人相助，我朱家定会扭转乾坤。朱颜，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此次迎娶朱玲珑之人是我师弟寒风，他此次冒我之名接近朱玲珑，无非就是想要抢夺你们朱家气运，届时你们朱家将会一蹶不振，永无天日。住口！你小小年纪不学好，竟学一些招摇撞骗之道，就不怕得罪
岁鬼谷蛇刀人遭天谴雷劈，准你百年阳寿吗？姐，就这小子，要破坏你和姐夫的婚宴，还拿着一个不婚书过来骗人。就凭你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乡巴佬，也配破坏我与寒风哥哥的婚礼？蛇刀契婚书在此，你还觉得我是在骗人吗？这个婚书一看就是假的，要与我成婚的从始至终都是寒风哥哥，也不知道是谁给你的勇气，敢来我朱家招摇撞骗。诸位看清楚了，我手上的才是真正的婚书。你轻信寒风对我有所偏见，亲手撕毁蛇刀契婚书，你就不怕会给朱家带来灭顶之灾吗？一张废纸而已，撕了就撕了，还能怎么着？你与寒风相处不过寥寥数日，就对他如此信任，你就这么确信他是鬼谷传人？寒风哥哥飘逸若仙，而你言辞轻佻，怎配与他相提并论？没想到朱家如今也会以貌取人，看来是忘了当年一步国体，摇尾乞人的样子。诸位，我手上的才是真正的婚书，我朱家乃子鼠之命，天象水宫皆有记载，难道还能作假不成？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了，我手中的婚书历经数十春秋，宛如新制。再看看你的婚书，破败不堪。若你真的是鬼谷传人，怎会轻待这等圣物？无话可说了吧？冒充鬼谷传人，谎骗朱家联姻，该当何罪？小子，我念你不知鬼谷传人的厉害，现在就跪在地上给我们道歉，我们就放你一条生路。否则的话，等鬼谷大人到场，你必死无疑。我己身相为正主，你朱颜受不起我一拜。至于婚书破旧不堪，是因为我葬土必劫，纵使婚书万年不朽，也难抵葬土晦气，自然破旧不堪。连葬土都给你搬出来了。看来你真是黔驴技穷了，要不是我早知道来龙去脉，怕是要被你诓骗过去。好言相劝，如果你继续固执己见，逆天而行，到时候天谴将至，你求我，我也未必出手相救。我朱玲珑做事从不后悔，倒是你危言耸听，不过就是要证明你是鬼谷传人嘛。好啊，你要玩我就奉陪到底。诸位，我手中婚书内蕴玄术，非契约者不能启之。小子，我今天给你个机会，你若能解此秘术，我便认你为鬼谷传人，向你俯首称臣，从此生死任凭发落。若是不能启之，就把你的命留下。原来如此，若他真能在众目睽睽之下施展鬼谷奇术解开契约，那岂不是这一切都烟消云散了？反之就是假的，还是朱小姐聪慧。寒风哥哥给我的婚书在此，你敢试吗？我本就是为了解除婚约而来，你们朱家违约在先，篡改婚书在后。既然你们要如此逆天而行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东江朱家背信弃义，毁言不见，收回婚书，斩断夫责。你又在耍什么把戏呢？你不会想凭这唬我们朱家人吧？如今蛇刀契婚约已收回，不久气运即将消散，我劝你们好自为之。诸位，你们也看到了，并非我朱家无理取闹，是这小子包藏祸心，冒充鬼谷大人不说，还在这招摇撞骗，装神弄鬼。鸡鸣狗盗之徒，还敢妄谈婚书？今日你就算是有通天的本领，也饶你不得。朱小姐，还好你揭穿了他的诡计，若奉他为正主，那岂不是对鬼谷大人的大不敬？小子，今日中州豪门在此，绝不容忍你侮辱鬼谷大人之名！绝不容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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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子，你自是有术法傍身，懂些旁门左道，就敢伪造蛇刀婚书，妄图混入中州豪门。可惜我朱家有鬼谷大人扶持，就你这些小伎俩，还是不要出来丢人现眼了。天作孽犹可恕，自作孽不活。不知死活的臭小子，都要死到临头了，还在这装。喂，什么？爸，不好了！上京李家取消了和我们的合作，收回了我们朱家的100亿符纸。你说什么？收回了我们朱家的100亿符纸？这怎么来的这么突然呢？莫非我们朱家的契书被收回了？爸，别担心，前几日江北百家发生变故，李家也受到影响，此时取消合作也是正常。在变故过后，自会重新拟定合同。朱老爷子莫慌，有鬼谷大人在，不会出什么问题。如此甚好。小子，你还有何话说？朱颜，难道你忘了多年之前你们朱家在我爷爷面前摇尾乞怜的样子了吗？参见鬼谷大人，请鬼谷大人为我等部下负责。游历多年，加上你们3家，终于凑够了12家。鬼谷九行咒，谢！封家，老神仙，小人在。封家的命数是白虎金命，威泽四方，即刻前往西北淘金。封家领命。
朱家，老神仙，朱家在。朱家命数腾蛇水命，众禽之长，神仪6项，即可南下发展江南海域。多谢老神仙。至于崔家，老神仙，我在。崔家命数青龙木命，太阴化身，统领万灵，即可前往中州开采矿藏。崔下领命。契约已定，从今往后，你12家有鬼谷保佑，一路青云直上，将成为大夏的豪门。20年后，我孙将上门收取赊刀寨。修书为证，20年为期，毁约不见，天地不容。多谢老神仙。下山去吧。爷爷，你为什么要将自身福泽传给他们？生肖，这是爷爷唯一能帮你逆天改命的机会了。待时机成熟，破除天劫，你以后便是鬼谷一脉的传人。原来师傅根本没有想将鬼谷之位传给我，在他眼中，他只有他的孙子。我每天这么刻苦训练，到头来不过是陪衬。既然你们不仁，就不要怪我不义了。这12家的契约，终有一日我都要收入囊中。无言，更是罪孽深重，篡改赊刀寨，谋害亲兄弟，当真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什么？朱家前任家主意外葬身于火海中，莫非是人为的？难道朱老爷子真的谋害了自己的亲生哥哥？各位，别听他一派胡言。我大爷爷18年前身故，他才多大，也敢说是忘忆往事，真是可笑。那为什么只有你们朱家晚了2年，18年前才发家呢？也许是当年鬼谷大人能力不足，才让我朱家晚起步2年。你污蔑朱家，中筹望族，会学你的胡言乱语吗？诸位，我朱衍这么多年的为人，我是那种恃凶夺威的恶人吗？自然不是。这些年，朱老爷子一直帮助4大家族，各位难道要轻信一个黄毛小子的胡言乱语吗？季生肖，没想到你巧舌如簧，为了混入中州豪门，连这等丧心病狂的话都说得出来吗？朱颜，你敢做，不敢承认是吗？你一怕胡言！当初的事儿，这小子怎么会知道？莫非他真的是鬼谷传人？季生肖，我今天就要把你道貌岸然的一面扒下来！你灭了9族气运，突起满门，如今还在这里挑拨离间，妄图对我朱家下手。我灭了9族气运，没错，人证我已经带来了，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季生肖，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是鬼谷传人，那你可认得他吗？朱小姐，新婚快乐！气运全无，并非受刀人。鬼谷传人，你只知你与我有婚约，却连与你有婚约的崔家大小姐都不认识吗？你是崔家人？我是崔家崔雨涵。崔小姐，你不是想知道是谁抓走你父亲吗？就是他，当真？当初你来朱家求救，我便找了寒风哥哥说明此事。你父亲现在被他困于南疆，不过寒风哥哥已经派人前去营救，过不了多久，你与父亲便能团聚。我的崔家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毁我家族，抓我父亲？不管你信或不信，我没有对崔家出手，并且我也派人前去请崔家主，等他一到，真假立辨。少假惺惺了，你怕不是派人过去杀人灭口吧？崔家与我们同袍世家，这些年我们一直在追查凶手，今天终于找到了。小子，今天你插翅难逃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如此对待我们崔家？还能因为什么？当然是因为崔家的契约，他为了吸取百族契约，陷害给寒风哥哥。难怪你一直提天谴，原来是想吸我们的契约，让我们倒霉。对呀，就是这朱一龙，你这颠倒是非的本事还真是不错，不愧是朱颜的孙女。说什么呢？你们朱家是如何拥有赊刀寨，恐怕只有你爷爷最清楚。你们本不是朱家正统血脉，为了荣华富贵，做了多少亏心事。朱家的亏心事我不知道，但是你几生肖动用邪术，害得江北百家破产，如今又要窃取中州豪门的契约吗？封家家主封于飞再次恭贺鬼谷大人与朱家喜结连理。封家主能光临朱家，那真是蓬荜生辉呀！封于飞还真是执迷不悟啊。季生肖，没想到你又用这种歪门邪道来骗人。我今日前来有一件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揭穿他这个骗子。封家主，你刚刚说的江北百家巨变，惨遭无妄之灾，可是真的？千真万确，江北发生巨变，罪魁祸首就是季生肖，他吞噬百家气运，害得百家气运消散，才遭天谴而亡。天谴？他心术不正，未得鬼谷大人真传，只能动用一些邪术，吸取百家气运。没错，季生肖杀人如麻，江北巨变，百家沦陷，就是事实。百家毁颜不见，那是他们咎由自取。冒充鬼谷大人已经是罪无可赦，你还企图破坏我女儿的婚礼，吸取我朱家的运气，阻挡我朱家飞黄腾达。飞黄腾达，赊刀寨已清，你们朱家的下场注定会万劫不复。够了，季生肖，要不是看在你与寒风哥哥师出同门，我早就将你乱棍打死了。冯云飞，好大的胆子！就是你，冯云飞，你早被驱逐赶出江北，好
好不容易捡回一条烂命，不好好珍惜，还敢抛头露面？区主，风小姐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他在胡说！是吗？他要是在胡说，那你们封家现在定居何地？藩王册封令又在哪里？你们朱家识人不清，错把乌鸡当凤，封家的下场会是你们朱家的前车之鉴。大人，此番南疆救援，幸不辱命。崔丽怎样了？崔丽一切安好，只是他地处南疆，身体有些虚弱，庙仪堂已经在诊治，稍后就到。那路上可还太平？如同大人所料，韩风派杀手劫杀崔家主，不过已全数被斩杀。当真？等崔家主到了，你自行问他便是。各位，在你们眼前的人才是鬼谷传人。韩风只是鬼谷一脉的叛徒，你们当真要跟随他行恶吗？这小子真的是鬼谷传人吗？放肆！一群无知的东西，敢冒犯大人，你们简直活腻了！风家主，江北巨变，难道就是这个几生肖所为？自然是真的。朱家和封家接受蛇刀恩惠，怎么可能恩将仇报，诋毁鬼谷传人呢？没错，封家主没有理由诋毁。此人既想要我驾驭他，又想掏空我封家底蕴。鬼谷圣子高高在上，若真是鬼谷圣子，岂会做出如此龌龊之事，吸尽百家气运？冯玉飞，你本该遭受天谴，如今却能现身于此，应该是韩风救了你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他能救你一次，他能救你第二次？大家看到了，他还在威胁我呢。若真是鬼谷传人，怎会如此丧心病狂？冯玉飞，你还敢放肆！几生肖，你别在这里装腔作势了。今天有我朱家在，你休想动封家主。揭穿你就要杀人灭口，真是不把我们中州各族放在眼里。要动封家，我冯家第一个不答应，也加上我们秦家。我们也要，我们也要，几生肖，如今中州豪门与我齐心，哪怕有什么天谴灾难，我封于飞也无所畏惧。真是冥顽不化，这样就以为能躲过天谴了？别以为你是鬼谷传人季春河的孙子就可以无法无天了。血神还秘术，这不是真正的鬼谷传人，少在这里诓骗大家了。什么？他是鬼谷传人的孙子？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前几天江北沦陷，百家惨遭不妄之灾，可都是此人所为啊！说过，那是他们咎由自取。冯于飞贪心逐利，教唆百家毁言不见，他才是使江北巨变的罪魁祸首。我当时就在这，难道你们连我也质疑？居然是这样！不敢不敢。店主，我父亲真的已经救出来了吗？你是崔丽的女儿崔雨涵，何不等你父亲到了，亲自问他？崔小姐，你不觉得此事有些蹊跷吗？为何将神殿店主偏偏现在才来？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？吴玲珑，真是无药可救，将神殿令牌在此，难道还有假的吗？几生肖为了冒充鬼谷传人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冯家主，我请问你，这个人当真是将神殿店主吗？江北发生巨变，我从未见过什么店主。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几生肖，你这些小伎俩，韩风哥哥都告诉过我。为了吸取我朱家气运，还挺下血本，连将神殿店主都敢找人冒充。不是这个，我们也没见过店主大人，令牌也的确可以伪造。好小子，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，连这种法子都被你想到了。你们不相信他，也应该相信我吧。他是假的，我总不可能是假的吧？风于丝，封家千金风于丝。风于丝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朱玲珑，我跟你无话可讲。今日我来是为了告诉大家，别被蒙蔽了双眼，要识真了。风小姐，你是帮这小子？朱家主，当初于飞受寒风蛊惑，诓骗众人，撕毁赊刀寨，导致封家气运全无，江北百家巨变。此事你应该听说过吧？你们不相信店主，也应该相信我。不可能，韩风哥哥绝对不会骗我的。风于丝，你害封家气运消散，还有脸来朱家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这本是封家家丑，但是为了给鬼谷大人证明，我今日不得不说了。风小姐，你请讲。封家气运消散，都是因为他风于丝背叛了鬼谷大人，与几生肖颠鸾倒凤。风于丝背叛鬼谷大人，帮衬几生肖，是出于私情，根本就不是大义。风于飞，你血口喷人！今日我敢再次揭开封家家丑，就不怕你几生肖，有本事你杀了我呀！你已是必死之相，何须我出手？几生肖，我佩服你诓骗人的手段，连风于丝也站在你身边帮你撒谎。不过假的就是假的，就凭你不敢开启这圣物，就不足以说服大家。可笑，你们朱家空有20年气运，却不辨真伪，愚昧之极。诸位，事已至此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风于丝早就被赶出了封家，他的话不可信，他的身份也不可信，是吗？婚约已经解除，天谴将至，倘若你们一直执迷不悟，恐怕什么？必死无疑。几生肖，你少在这危言耸听了。若真有什么天谴灾难，我为什么还活得好好的？风于飞，倘若天谴消失，此时此刻你应该在面见国主，封官加爵，而不是在这儿对我指手画脚。大家都看到了吧？若不是他从中作梗，吸取百家气运，我封家如今应该封官加爵。所以，他根本就不是什么鬼谷大人。错，他是真的鬼谷大人。那位不是崔家家主崔丽吗？崔家已经消失很多年了，今天怎么会突然出现？
一直都在找你，我找遍了南疆所有的地方，都没有寻到你的踪迹。这些年，你受苦了。崔家主，饭可以乱吃，但话不能乱讲。你一直流落在南疆，如何确定他就是真的？若非鬼谷大人，谁能调动降神殿将我救出？还要天下第一神医为我医治。降神殿还能有假吗？降神殿如果都有人冒充的话，那天下岂不是大乱呢？崔家主，将当年的事情告诉我。是大人，当年韩风来到我崔家，骗我们说他是鬼谷传人，我们崔家敬他为上宾，可他却强行吸走我崔家气运。若非我父亲一命相抵，我崔家都得陪葬啊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！韩风哥哥，他救我爷爷，帮我朱家抵挡天谴，而他坑害百家，视人命如蝼蚁，他怎么可能真的是鬼谷传人？真是迷了心智，好赖不分。朱小姐，你就不要再自欺欺人了。吉生相，你骗得了旁人，骗不了我。真正的鬼谷传人只能是韩风哥哥。你朱家崛起之后，横行霸道，害了多少无辜生命？你当真以为没人知道？一将功成万骨枯，我朱家是在帮他们，而你造成江北百家惨案。诸位，今天只要与我一同对抗于他，我保在座的各位向鬼谷负责。那可能要让你失望。你们尽管上来试试。吓唬谁呢？就算天灾降临，韩风哥哥自会出手庇佑。是吗？那就让我看看他到底是怎么庇佑你们的。就是个装神弄鬼。12天干，亲自为证。朱家毁言不见，逆苍天，无心蛇道人之责，承担负责，天地不容。爸，爷，爸，你怎么了？爸，这是这人怎么？爷爷，有烟花，爸，爷爷，是真的。爸，爷爷他这是怎么了？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报，这是寒毒，与10年前如出一辙，这怎么可能？这寒毒已经治好，怎么如今又复发了？哼！吉生相，你究竟做了什么？不过是你们想借的天谴罢了。哎呦，我的手啊，我怎么都伤了？哎呦，这怎么回事？天谴之威，轻则断人筋，重则灭人满门，颠覆族运。你们虽不是受刀人，但参与其中，试图左右局势，最终引火烧身，无一幸免。对了，给你们提个醒，朱颜旧病复发，只是对朱家的一个小小的惩戒。倘若各位执迷不悟，在座的各位都将万劫不复。吉生相，你真是太下贱了，用这样肮脏的手段对付我爷爷，不过就是想要逼我就范吗？我告诉你，我绝不会同意的。你爷爷跟我可没关系，是你自己的态度害了他。我的态度？没错，毁言不见，但事出有因者。如果能够诚心悔改，方可自行解除。吉生相，你以为我会信你吗？我告诉你，韩风哥哥马上就要到了，到时候你死无葬身之地。爸，爷爷，爷爷，韩风哥哥，师兄，多年未见，别来无恙啊。韩风，师兄，这才是鬼谷传人，要对抗天命。那是自然，鬼谷一脉用鬼谷12式造就12神器，内含12家气运，自然能够抗衡天谴。师弟早就提醒过你，出门在外要修修边幅。你看看你这个样子，没有一点世外高人的模样。不劳烦你费心了，你倒是有几分世外高人的样子。师兄，你就别装了，我不过是为了收回那朱家的蛇刀寨，你有必要给我处处使绊子吗？你应该清楚，你有的我也有。我若想要证明，即刻可以当场让你颜面扫地。纵横之争不该将朱家卷入，你若继续冥顽不化，就别怪我不念同门之情了。师兄，你这是要动手啊？现如今我早已纵术大成，实力不可同日而语。你以为我还是那个10年前任你欺负的小师弟吗？你动我一下试试。鬼谷大人，看，是，师兄，你出手还是一如既往的重，长兄如父，不过是教训以下犯上的小辈罢了。师兄，你知不知道惹怒我的下场是什么？自恃高公，目中无人。看来我还是教训轻了。前些日子被玉之主顶撞于我，如今暴晒城门，震慑宵小。师兄，你说我该如何处决你呢？韩风，你身为鬼谷传人弟子，冒充传人，草菅人命，你就不怕惹火上身，承受天命之灾吗？哼，天命，我既是天命。10年前我败了你，那个时候我就暗自发誓，我一定要超越你，不惜一切代价。我的双手沾满鲜血，又何妨啊？现如今我成为鬼谷传人，天命
又奈我何？看来10年前我放过你，倒成了我的过错。不过很可惜，就算你再修炼10年，依旧不是我的对手。我此次前来，正好以绝后患。哼，师兄，恐怕没机会动手。各位，你们都听好了，谁要能将此贼拿下，赏福泽100年，足运昌隆，安居大夏第1世家。想我冯家位居4大家族之末，来参加朱家婚礼，为的不就是在鬼谷大人面前好好表现的吗？鬼谷大人，中州冯家冯毅，荣幸待命。我们斗法，何须让旁人介入？大人，让您失望了，没用的废物！师兄，我没骗你吧？对待废物，杀了便是。10年了，没想到你变得如此凶残，自古正邪不两立。看来今日要替百姓除害。醒醒吧，师兄，这世间哪有什么正邪之分，不过是人心左右罢了。爷爷，天谴之力居然失效了！朱颜，这圣物福泽感受如何？不愧是鬼谷大人呐，这冰山一角，就能让人起死回生啊！是，起死回生，你还真是天真啊！师兄，事实就是事实，鬼谷12世不仅能抗衡天谴，还能够起死回生。各位效忠于我，自当福寿双全。是效忠鬼谷大人，是效忠鬼谷大人，是效忠鬼谷大人。师兄，这就是我的底气，你拿什么跟我斗啊？尽管使出来啊！爸啊，爷爷，爸，你怎么样？天谴延缓，并非消散。韩风，你的鬼谷12世阻止不了天谴。师兄，那我倒要看看这鬼谷12世的信仰之力到底有多强。现如今，在座的各位是信我呢，还是信你啊？诸位，崔家当年违背蛇刀战，引来天谴，如今事情败露，才逃至了南疆。你说编出这样的故事，在座的各位谁会相信？师弟，你虽然天资聪慧，但心肠歹毒，怪不得爷爷不传于你鬼谷之位。站好，挥剑要用力，否则偷懒。师傅，我们练这玩意儿有什么用？干脆自己签订蛇刀战，成为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不就好了？小小年纪偷奸耍滑，蛇刀人心存敬畏，否则会遭天谴。今天我罚你多练3个小时，不练完不能够吃饭。爷爷，韩风也只是说说而已，我不用你求情，是他孙子，他当然向着你。不练了。也罢，此子心术不正，还是早点让他下山，以免危害天下。爷爷，韩风年纪还小，绝不是有意顶撞爷爷的，爷爷别生气了。孩子，你命中有劫，但是爷爷没办法替你出手。但是鬼谷子之道，绝对不能传授给他。师兄，你还是像以前一样虚伪。现在收手，尚可留下一命，否则天威将至，再无回头路。你怕天命，我可不怕。我命由我，不由天。废话少说，就让降神殿收了你。一个凡人也敢跟我斗？师兄，为何还不出手？你的手下真是不堪一击，他都伤成这样了，你都无动于衷，真是让人感到寒心啊！时辰未到，我不会对你出手，况且你也不会杀。我看你就是故意拖延时间吧。师兄，你难道就不好奇这崔家跟封家为什么会来到这儿吗？这不都是你策划的吗？看来你知道我的计划，那你还敢齐聚3家？我这个人最喜欢先看别人的底牌。时辰已到，有什么本事尽管使出来吧，让我看看你离开师傅这10年，到底学会了什么。师兄，今日过后，咱们2个只有一个人才能成为真正的鬼谷传人。我也会向天下证明，只有我才能成为真正的鬼谷蛇刀人。我们2人从小一起长大，对彼此最熟悉，没想到还是走到了兵戎相见这一刻。师兄，到这个时候你还能说出这么大义凛然的话来，说的好像你跟个好心人一样，这一切不都是拜你所赐吗？事到如今，说再多又有什么用呢？不论真假，今日谁能活着从这儿走出去，谁就是真正的鬼谷传人。终于出现了，这才是真正的鬼谷12世。今日过后，这神兵利器就是我的。鬼谷12世，他们2个人都会鬼谷12世，
他们两个到底谁才是鬼谷传人呢？你来之前，就有一指示，几生肖的鬼谷12世是仿制的。不可能，12世蕴含着大夏最强杀家族气运，不可能仿制的。长兄如父，都怪我没有严加看顾，你才让变成了如今这般模样。几生肖，这一切都是你添起来的。我相信寒风哥哥才是真正的鬼谷传人。如果我要伤害你的性命啊，跪下之我。只要你赢，许我性命又如何？至少我永远活在你心里。师兄，游戏才刚刚开始，来了！这就是鬼谷12世，这老头子果然一直瞒着我。师兄，鬼谷12世不过如此呀！哼，你吸走了我的真气。认输吧，师弟，你打不过真正的鬼谷12世。这12种颜色的符咒，红色的最仁慈，你只中了它，说明你命好。玲珑，玲珑。这12世我已经生吞了9世，今天我要集齐这皇室的最后3世，就算是老天，我又何惧啊？大人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老钱，大人，他是巫术，只要下来，在场所有人都有一次殒命。这是哪儿？鬼谷12世远比你想象中强大。寒风，你也不想想，为什么当年爷爷明知道你心术不正，却没有将你逐出师门？因为你这辈子都练不成鬼谷12世。用12家赊刀寨做出来的物件，只要是赊刀人都可以，但要成为鬼谷传人，必须心存善念，才有能力将福泽传给他人。而你从小就没有心存善念的能力，所以你这辈子都赢不了我。这个老不死的东西，一直在算计我。少废话，打一会再说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这是我的结界，我杀了你！几生肖我看上了，凤仪司你还是放手吧。你看上他没用，得生肖看上你才行。他当然看上我了，要不然也不会去南疆把我从崔家接回来。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生肖不会喜欢你的，他一出来先去我封家讨婚的，更何况我们俩青梅竹马，自然是要成亲的。你也不动动脑子，他要是真喜欢你，为何不直接娶你呢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据我所知，几生肖身上不止我们3家婚姻。鬼谷一脉都是单传，为什么要准备这么多巫术？我看了爷爷的遗物，赊刀人泄露天机，身有缺陷，想要破除诅咒，就必须与皇族血脉成亲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全都是皇室血脉，应该是明代皇室的后裔，毕竟明皇后裔着实不少。如果几家要找到皇室血脉，除了你我2家，还有被废的朱家，应该还有秦、汉、隋，还有唐宋5朝皇室后裔。那我们居然是赊刀寨的婚约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在这争一点意义都没有。既然如此，我们2个公平竞争，绝不能让外人抢去。好，公平竞争，反正选择权在几生肖。生肖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我们已经说好了，必须要把你留在我们2人之间，不能便宜了外人。没错，以后你去哪儿，我们俩就去哪儿。别，我身上天劫已破，婚约都已经作废了，你们完全可以重新开始生活。不行，我们都已经跟你有婚约了，你要不要我们，谁还敢要我们？更何况，他们就算有那个贼心，看到朱家的下场，恐怕也吓得没有胆了。我爷爷还给我安排了别的事情让我做，实在没有办法带着。要不这样，你们先回家等着我吧，等我事情办妥了再回来找你们啊。
不行，你走到哪儿，我们就跟到哪儿。行吧，只要他没意见，我就没意见。起生肖，起生肖。